最近日本的熊害真的是我大开眼界，这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危险。今天竟然有2起是熊进入了民宅内，直接伤害人，而且是致死的案件。我听到我会吓死。我昨天才从京都回来，京都也有熊，我就想，下一个不会受害的就是我们这些观光客吧？现在全日本都出现了一个熊出没的一个状态啊，你知道吗？之前在东北的时候，我们讲到的这个哪里秋田有熊，待会讲到京都有熊，甚至连东京也有熊，都有熊。在日本东北这个地方啊，秋田县的一个知事他就直接讲了嘛，现在已经太严重了，所以呢，他们没办法自己处理了，他们请求根据现行的法律。自卫队员，你必须要来帮忙，你无法直接开枪去消灭熊，但是呢，你要来支援干嘛呢？运送和设置捕捉笼，然后巡逻该地区。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因为这些熊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躲在森林里面，你不小心跟它遇到的时候呢，你有一些保命的措施，你自己好好处理，你可以逃离了。对，它现在就是在马路上散步，甚至呢，今天已经有2起直接跑到家里。玉凤，你看这画面，太夸张了吧？这只熊它是直接进来之后，它还懂了什么？自动门，就自动门，它进去之后，它竟然往公寓大楼里面闯了。我今天如果是住在里面，我一打开门看到熊，吓都腿软了。然后这个画面其实是最可怕的，有一个老妇人走在路上，然后她听到熊跑来的声音，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你知道吗？在熊遇到老妇人的时候啊，我们在导播看这一个画面，熊竟然从后面飞扑老妇人。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老妇人身受重伤啊，虽然没有致命，可是你知道吗？面对这种熊的攻击啊，你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趴下去之后呢，你根本无处可逃。对，那连续的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一个医生他给大家看的，这是什么照片？这是 CT 的一个照片，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你被熊攻击后的惨况，你的脸部几乎整个都变形了，这边完全碎掉了。对，第一时间我们的脸骨这边全部都碎掉，所以你就想嘛，太可怕了。你的熊掌打下去之后呢，你就会变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医生啊，和秋田大学医院的这个医生还讲说，你知道吗？脸部和头部受伤人数的90%左右，代表说熊不是跟你不小心遭遇到，然后呢他会紧张，而是他遇到你之后呢，他把你当成猎物。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针对性的攻击，你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好好的去逃。好，刚刚讲的是秋田嘛，现在连札幌也有了。札幌你知道吗？砰！你看一下这个画面，我们以前有讲过什么气象图上面有这个雷雨包，对，很吓人。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黑熊包。当你整个札幌都出现，都有看到熊，对，这个就是你看到熊，然后你通报。当你会看到这个状况是什么意思？熊都已经炸开了。对，连续的通报之后，你会发现这张图它已经层叠到变成这个样子，你根本看不出来原本的状态。好，那这个图看起来很惊悚，对不对？你知道吗？在10月24号，札幌的西野公园，你有看到熊就出来了。它就离你这么近啊！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西野公园并不是在很郊区哦，西野公园它距离学校不超过1公里，对，几百公尺而已。所以后来有出动猎人，对，有出动猎人来捕猎。另外在哪里？在熊也是在札幌路边有熊爬上了苹果树去吃苹果。其实你在过去以来，你看到这个画面，你会觉得这很童话。可是当你熊太多了之后，1.5公尺的熊爬到树上去吃苹果的时候，其实你现在回头看，你已经觉得很害怕了。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札幌，现在东京也来了，75年首见了。你也难想象东京。你知道吗？东京外围在日出町这边有看到熊，有拍到熊，甚至在马路上面你也差点撞到熊。你看这个画面哦，这个画面是东京都的日出町。好，在这日出町这边啊，你再插一个铁道，你就进到了首都圈了。对，就像是你在信义区、大安区、松山区，你堵点熊，你遇到熊，以前的熊出没已经进入到真实的一个情况了。好。再来，你在哪里？京都，这个山林竹小径，这个岚山的竹林小径，这个地方其实很多台湾游客都会去。为什么？神社，大家都喜欢去神社，然后呢买个玉手，这个不是很 chill 的事情吗？可是在这里，现在这个时候，我才刚刚回来，这个地方人超多，是现在 ING 游客这么多，你说现在这个地方有熊？对，现在 ING 有熊出没，人那么多所以呢，你想想看，如果真的遭遇到的话，你要非常的小心。他在10月24号的时候就目击了，就遇到熊，所以呢，他现在已经把熊出没的注意
的这个扛棒给拿出来，然后呢，在哪里？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台湾游客，甚至呢，就是我们都会把我们的爸爸妈妈请旅行社，然后呢找个导游带他们去看的合掌村。对，合掌村就很有名啊，大人们长辈们就很喜欢啊，几年连续都一定要去的嘛，因为它这地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啊，在这个地方老人家长辈去，结果呢熊也去。你看，他也拿出来了啊！这个状况，你知道，在这种世界遗产里面，你也不可能去盖一个防止它的一个围墙，你就只能放什么三角锥。所以，如果你真的遭遇到熊，你觉得三角锥能够挡得了熊吗？对，也挡不了熊。所以呢，你也要自己要小心。很可怕。合掌村它有一个地方，我们要爬上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合掌村整个美景非常非常美。结果就在爬上去的旁边那个公车站。就真的是有熊，我好不容易爬上去，我就遇到熊。好，另外来讲，岩手县呢是观光客也很喜欢的，尤其现在进入到秋天了，秋冬要干嘛？岩手县就是泡汤。你想想看，岩手县泡汤，如果你遇到熊怎么办？今天的状况是遇到幼稚园里面。因为你在幼稚园里面呢，然后呢，这个画面是怎样？幼稚园的园长跟熊来对峙。泡汤的还是幼稚园的画面？这是幼稚园里面的一个画面。我的天哪！然后呢，你想想看。其实日宝也很有趣，因为这个熊旁边还有一个小熊，他就说：难道幼稚园只有人类能够去吗？连熊的小朋友不能来吗？所以在看到这种情况，你会觉得非常害怕。所以呢，其实到处哪里都有熊。那现在日本的话，就直接教大家怎么用。面对熊，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它上的字幕其实是中文字幕。对，因为它要跟全世界的人讲。因为游客来的话，其实你遇到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做的很可爱，但是你要知道这非常非常的危险啊！遇到熊的时候啊，停车，然后呢等它先走，你不要跟它抢路，然后千万不要按喇叭。反正呢，你遇到熊就是要装孬，后面就是保命的事情了。你一定要怎么样？趴着，你身上或许有这种登山的背包，那你要想一件事情哦，熊会这样就放过你吗？熊会把你翻过来，就跟我们看 WWE 一样翻过来。如果你被它翻过来的时候呢，这个影片告诉你说，你被它翻过来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要赶快把它翻回来。为什么？因为熊只要划过你的肚皮，你的脏器就出来了。对，你的脏器出来之后呢，对它来讲，你的血肉不是血肉，是它的大餐，会刺激它的野性。所以呢，你一定要想办法。如果你不幸被它翻过来，你要想办法用地面保护你的腹部，要赶快再翻回来。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你看这个画面，他说即使被熊翻身，你也要恢复，对，赶快。所以你看，太难了吧？这个画面看起来很可爱，但是你知道，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熊除了它力量很大以外，它还长脑子。这个画面是什么呢？是一个狩猎人员介绍说，你看哦，它有一个箱型的陷阱。这个箱型的陷阱呢是怎么样？里面放了苹果。那理论上，他觉得说，如果熊肚子饿了，它是不是会进去拿苹果吃？然后呢，触动了机关之后呢，这个箱子是不是盖下来？盖下来就把熊给抓到了吧？所以呢，这监视器告诉大家，这个熊是很有脑袋的，它慢慢的摇，慢慢的摇，慢慢摇，把苹果从右耳的那个角度摇落了之后呢，把手弄进去，然后呢，你看苹果是不是已经掉出来了？掉出来之后，他就把苹果拿来吃。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这一个狩猎协会的会长林峰之就讲了哈，这是一只谨慎的熊，它的聪明对美味食物的执着，所以呢，面对熊，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瑞哥，我们都知道乌俄战现在都还在打，结果这几天发生一件事，我吓呆了，现在连德国也在打，而且在德国的慕尼黑是德国军人对德国警察，结果你军人还输了，你在跟我开玩笑吗？那么事实上呢，这是一个乌龙中的乌龙啊！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么德国军方呢，那么正在进行一个相关的演习，叫元帅演习呀。那这个演习呢，它有个目的就是除了因为德国也是北约的成员嘛，所以呢，除了德军之外呢，德国的联邦国防军之外呢，他希望结合什么？结合警察、消防这些单位全部都结合进来里面嘛。这个构想是非常好的也非常棒的，但是唯独出了一个岔子，为什么呢？在慕尼黑附近呢，忘了跟那么他们本来被列入那么演习里面的德国的警察告知这个事情，他们忘了讲，哪有这种事的？他们忘了讲，离奇耶！我在想说他们应该有好几个地方的警察，但不知道为什么漏了这个地方的警察。那发生什么事？好，那么到了这个军演正式展开的时候呢，德军联邦国防军当然好多个联邦国防军，几千个国防军呢就开始带着枪嘛，然后就在附近的这个森林林园公园等等的出没嘛。结果就有老百姓
老百姓看到很多的男人，然后呢带着长枪啊出没在这个等于说树林里面呢，行迹非常的可疑。那第一个事情就怎么样？就打电话报警。然后打电话报警了以后呢，德国的警察，我跟你讲，德国的警察很认真，因为他们接到报案，所以有好多个男人啊带着步枪，所以他们很紧张啊。第一件事情就是通知好多那个不同的警察单位，然后这些警察的这个警察分队呢，好多的警车啊呜啊呜，然后就赶到，还直升机警用的直升机就调来哦，然后调来以后，真的发现了很多，因为是晚上，真的发现了很多的男人带着这个步枪。那而且你看到他还完全戴帽子，还蒙面，警察们看到会吓死，你是歹徒哦。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有些恐怖分子也会蒙面。对，结果呢？那么我问你啊，那些带着长枪的德军呢，他们会怎么样？哎呦，他们其实也看到那个警察看到他们。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一起军演的这个相当演习的这个德国的警察呢，已经来了嘛。对，来了以后，好，我们就必须要开始这个军演。所以呢，德军就朝天空，它是空炮弹，就朝着天空 ，biang 的开了一枪。你要知道，对面的这些警察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要参加军演的那个德军嘛。对，被开一枪，那你怎么办？我反击啦。对，他们就拿起手枪。实弹就朝这些军人棒的开枪还击。我打空炮弹，你实弹打我。不好意思，打中了，还真的打到士兵，不过没有打到要害了，没有打到心脏了这些要害，打中了又带起大条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不是军演吗？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这个德军的那个停火，然后赶快出来讲停火啊！最后呢，两边就僵持啊，但是越走越近，后来才发现说搞了半天是一场乌龙啦。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